我爹为了家族兴旺，竟收留一只灵狐赞助，谁知隔日清晨，狐狸竟幻化成一个大美女。我爹吓得连忙行礼，结果对方不紧不恼，反而愿长久相伴相守，不离不弃，二人安稳度日。后来便有了我。多年后，我上山砍柴时，却遇见一条巨蟒，正缠着一只受伤的小狐狸。我来不及多想，手中的斧头猛然扔过去，一下就砍在巨蟒头上。那蟒蛇挣扎了几下，便翻了白眼。然而小狐狸虽然得救，却已经奄奄一息。我赶紧把它带回家，用白酒给它处理好伤口。没过多久，这小家伙就能跑能跳。从那以后，这小狐狸竟然像小狗一样赖在我家不走。可我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养活自己都难，几次把它赶进山林，谁知一到晚上，它又晃晃悠悠的回来，嘴里不是叼着野果，就是叼着野兔野鸡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这小狐狸是在告诉我，它能自力更生。这下我才安心收养它。从此它就成了我的贴身玩伴。我砍柴它跟着，我放羊它也跟着，甚至我写作业，它都安安静静坐在一旁陪着。可这样的日子，偏偏在我高3那年戛然而止。小狐狸突然走了，我等到天黑它都没回来，反倒是一个老太太找上门。她拄着拐杖，笑起来很慈祥。小伙子，我来找我孙女，你看到她没？我心里一咯噔，最近村外根本没来过人啊。您孙女是哪个？这时她轻咳一声，盯着我。前几年出门让我孙女看家，可回来她就不见了。就有人说她就在你家住着呢。听了这话，我一脸疑惑，家里明明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礼貌地回答：您肯定是搞错了。老太太闻言哦了一声，一边点头，一边却死死盯着我家厨房。我顺着目光回头一看，竟发现小狐狸就蹲在那里。她看着老太太摇着尾巴，脸上似乎还挂着笑。要知道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在其他人面前露面。可那老太太笑了一回，竟一声不吭地转身就走。当晚，小狐狸像往常一样趴在我肚子上睡。可是第二天我一醒来，发现小狐狸不见了。我刚下床，就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红色肚兜，肚兜里还装着一撮女人的白色长发，中间用红纸包了一圈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，就带着这些东西找到了村长。村长一看到这个东西，笑哈哈地说：哎呦，这是有女娃跟你示好呢，拿着这个就能去女娃家提亲了。快告诉爷爷，是哪个姑娘送你的呀？我当场就懵了，难道是小狐狸给我叼回来的？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从那天起，小狐狸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它走了，我心里空落落的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漫山遍野的找它。可惜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我甚至怀疑它是被猎人带走了。就这样，差不多找了半个月，还没找到小狐狸。那会我已经绝望了，以为再也见不到它。直到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一个老太太蹲在我家大门口哭泣。我皱着眉头走到家门口，问她怎么回事。老太太闻言猛然抬头，口中发出阴森森的声音：我找我孙子，我孙子不见了。你看到他了，对不对？我身上不禁哆嗦一下，上次找孙女，这次找孙子，怎么都来我这？我赶紧摇头表示没见过。老太太脸上却露出一丝迷离：没见过？那你6年前呢？6年前你有没有见过我孙子？她这话好像是质问我一样。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，这老婆婆一定是糊涂了。老人家您搞错了，我真的没见过您孙子。您赶紧走吧。我这么一说，老太太不再言语，却是看着我笑，笑得十分诡异。我被她的笑容吓得连退几步，回头踉踉跄跄的就跑到了村长家，气喘吁吁的把老太太的事告诉了村长。村长愣住了，突然指了指我的身后：你说的是不是他？我顿时感到背后一凉，哆哆嗦嗦的回过头，就看见刚才那个老太太悄无声息的站在我后头。我被吓得赶紧躲到村长的身后。村长上下打量着他：你是哪个村的？大晚上吓唬人家一个小娃娃，不好吧？老太太只是低沉地说了句：我来找我的孙子。之后无论村长怎么问，他都只是笑。于是村长从家里拿出2个鸡蛋递给他：拿着这东西滚蛋，以后别来我的地盘吓唬人。哪料老太太接过鸡蛋看了一眼，却一把摔在地上。她嘶吼着指向我：他打死了我的孙子，我要一辈子缠着他。村长见状脸色大变，随即喊我去把院子里的灯打开。我连忙去拽开了灯绳，门前瞬间有了光亮。这时我才看清楚，老太太的肩膀上竟然盘着一条红色的毒蛇，此时正露出2颗毒牙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村长立马就慌了，回头小声问我：孙子，我眼神不好，你看看那老太婆是不是没影子？一听这话，我猛然转头看去，那老太婆直挺挺地站在那，背后真的没有影子。我冷汗瞬间从后背渗出，吓得不敢说话，只是木讷地点了点头。村长突然放大声音：大孙子，别怕，爷爷屋里放着一把祖传宝剑，你快去给我拿来。闻言我颤巍巍地跑进屋里，可翻了半天根本没看到什么宝剑。等我出来想说没找到时，却看见那老太太的背影已经走远。村长神色慌张地把我拉进屋，将门关得严严实实。傻孩子，哪有啥宝剑？我骗他的，你惹上不干净的东西了。说罢，回头又把房子里灯关了，又悄声问我是不是上山惹着啥了。我仔细一想，从小到大都没得罪过人啊。你是不是打死过什么不该打的东西？我闻言就想起了6年前，我为了救小狐狸，劈死了一条白蛇。我把这事跟村长一说，他听完浑身一抖：你个背世的娃呀，山上的东西咋能乱打呢？麻烦大了，明天我带你找个端门看看。今晚你就睡在我这儿，不管听见谁喊都不许答应。当天晚上，我果真一句话也没敢说。可到了半夜，大概是半夜11点的时候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动，紧接着老太婆的哭声又传进我耳朵。我抬头往窗外一看，一个佝偻的身影正在窗外走动。走着走着，她突然就趴在窗户上，好像是在找我。我见状吓得一动不敢动。而这时候，村长的声音从隔壁传来：头蒙在被子里，
别看！我连忙捞起被子捂住脑袋，心脏还跳个不停，但哭声还是没消停，忽远忽近的，直到凌晨3点多，外面的哭声才消停了。但我依然不敢从被子里钻出去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才缓缓睡去。随后我就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一条被劈得血肉模糊的白蛇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口中还说着人话：还我命来！还我命来！我吓得尖叫一声，从床上猛然坐起。窗外天已大亮，村长正站在我床头，我赶紧起来，让村长带我去隔壁村找端公看看。可当天晚上那疯婆子又来了，还是趴在窗口看着我笑。村长拎着菜刀出去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之后烧香、煮纸钱、磕头求饶，压根没用。最恐怖的是，第二天醒来，我竟然躺在山里的一棵大树下，而那里就是我当年杀那条白蛇的地方。就这样，在村长家苟且了3天，所有方法都用尽了，村长已经被折腾得不成人样。我不忍心再连累他，于是，在第4天早上，我不顾村长劝阻，一溜烟跑回了家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刚到家门口，村长也气喘吁吁地跟了上来，手里还提着一把铁锹。傻孩子，爷爷怎么能看你去送死？走，今天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帮你把这事儿平了。大孙子，事到如今，爷爷也不瞒你了。村长突然转过头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。你被刘家索命，想要活命只剩下一个法子。我一听这话，差点没蹦起来。什么刘家胡家的？村里就没这2个姓啊！我还在想村长是不是在逗我开心，哪知村长却一本正经地摇摇头，告诉我，咱们这山里有5大仙家，胡、黄、白、刘、灰。当年你打死的那条蛇和如今找上门的都是刘家的人，而你当年救过的那只小狐狸很可能是胡家的人。你打死蛇是为了救胡家的人，这事儿只能求胡家帮忙。我听得瑟瑟发抖。爷爷，有没有别的方法？本来人妖殊途，爷爷不想让你走这条路，但现在咱们的法子已经用尽了。村长说着指了指我怀里，那红肚道还在吗？我哆哆嗦嗦地摸出来，这些年我一直将它随身带着，毕竟是别人的东西，怕弄丢了。那好了，这可是胡家某个女孩的信物，带着它才有机会找到胡家。话音刚落，外面的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密密麻麻的沙沙声，村长脸色大变，一把抄起旁边的菜刀。我们刚走到堂屋，恐怖的一幕发生了，那个老人正阴森森地站在路口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吓得腿都软了。我被吓得浑身发抖，本能的想往后退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村长一把将我拽回来，用桌子死死顶住大门，回头冲我吼道：大孙子听着，让胡家出面，咱们村才有救。村长指着后窗，从后窗翻出去，带上信物，往南山的乱葬岗跑。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千万别回头。大门已经被外面的蛇群撞得砰砰作响，几条小蛇已经顺着门缝钻了进来。村长咬着牙，用身体死死抵住门板。我看着年迈的村长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从怀里摸出那个红肚兜，揣紧，踹开后窗，一头扎进了无边的黑夜里。还没跑多远，忽然我听到后面传来一阵密集的沙沙声，一条赤红色的毒蛇竟然追了上来，那速度极快，眼看就要咬到我的脚后跟。完了！我心里一凉，脚下一滑，向前摔倒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树丛里猛地窜出一道白影，发出一声熟悉的狐狸叫声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那只白色的小狐狸，它长着2条尾巴，毫不畏惧地扑向那条毒蛇，跟它缠斗在一起。我见状，连忙抄起柴刀想过去帮忙，可没想到这时小狐狸一嘴叼起蛇尾，嗖的一下就跑进了黑漆漆的树林里。我本想追过去，但树林里太黑，根本看不见路。一阵夜风吹过，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异香，那是小狐狸身上特有的味道。我瞬间恍然大悟，小狐狸绝不单是一只普通狐狸，它真的是狐仙。刚才见到它的一瞬间，我原本恐惧的心情安定了许多，但我没时间犹豫，村长爷爷还在等我救命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南山跑。我从未跑得这么快过，耳边的风呼呼作响，身后似乎总有冰冷的滑腻感贴着脚后跟，我不敢回头，只能借着微弱的月光狂奔。这里是村里的禁地，平时根本没人敢来，越往上走路越荒凉，四周全是乱石和无名的孤坟。大孙子，你慢点儿，等等爷爷。身后传来村长的声音，我脚步一顿，心头一喜。难道爷爷逃出来了？我刚想回头，脑海里猛地闪过村长的叮嘱：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千万别回头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甚至能感觉到有人在往我的脖梗里吹冷气。我发了疯一样继续往上跑，直到跑进了一片阴森的乱葬岗。突然前方传来一阵诡异的梳头声，滋滋。借着月光，我看见前面的坟头上坐着一个白色的背影，手里拿着一把破木梳，正一下一下地梳着那头拖在地上的长发。小哥，你看我这头发美吗？那白影悠悠地问道。我浑身一僵，这才惊恐地发现他哪里是背对着我，分明是正对着我。下一秒，他拨开面前那厚厚的乱发，露出了一张惨白的脸。见到这一幕，我吓得脚下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怀里的红肚兜和头发也顺势滚了出来。那女鬼发出一声尖笑，猛地朝我扑来。与此同时，身后的草丛里也钻出了那条赤红色的毒蛇，张开毒牙直奔我的咽喉。前有恶鬼，后有毒蛇，我手里只有那把用来防身的柴刀。绝望瞬间淹没了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掉在地上的红肚兜突然泛起一阵红光，那撮白发竟然无风自燃，化作一缕青烟直冲天际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。那扑到半空的女鬼像是撞在了一堵无形的墙上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。胡家真火！
他像是见到了天敌，化作一团黑烟，没命的钻回了坟包里。而那条凶神恶煞的毒蛇，此刻竟然像是抽了筋一样，啪嗒一声掉在地上，把头死死埋在土里，浑身颤抖，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。我大口喘着粗气，冷汗湿透了后背，整个人还没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神来。还没等我爬起来，一阵阴风平地而起，沉闷而有节奏的锣声突然在乱葬岗里回荡起来，紧接着漫天飘起了白色的纸钱，洋洋洒洒，像是下了一场大雪。原本漆黑的树林尽头，两盏惨白的灯笼凭空亮起，摇摇晃晃的朝我飘来。随着灯笼靠近，一顶雪白色的轿子穿透夜雾显露出来。我心中一喜，想必是刚才的青烟换来了胡家的救兵，连忙往轿子的方向走去。可还没等我走几步，一个阴森的声音从轿子另一侧的黑暗中传来：“你是在找我吗？”我心中一喜，想必是刚才的青烟换来了胡家的救兵，连忙往轿子的方向走去。可还没等我走几步，一个阴森的声音从轿子另一侧的黑暗中传来：“你在哪儿呀？快出来上轿，婆婆送你回家。”阴森的声音顺着风钻进我的耳朵，竟然是那个疯婆子。她边说边走，一步步的向我靠近，我吓得浑身都在发抖，紧紧捏着手里发光的红肚兜，躲在一块墓碑后面，一动不敢动。她似乎闻到了刚才头发燃烧的味道，正顺着气味一点点靠近，最后那双穿着黑布鞋的小脚停在了我藏身的墓碑前。躲！我看你往哪儿躲！疯婆子慢慢走到我身边，呼呼的嗅着鼻子，一点点的靠近。就这样过了一会，疯婆子冷哼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等她的身影完全消失，我才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。我想起村长爷爷的嘱咐，顺着灰白的林间小道继续往上走。来到山顶后，我找到了爷爷口中最粗壮的那棵树，并在树后找出来一块雕刻着胡家先帝的石碑。我跪在石碑面前，双手托着肚兜，磕了3个响头。下一秒，周围突然狂风大作，落叶飘起，围在我身边旋转。紧接着，我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恭候多时了，你来了。随我走吧。”我连忙起身向他行礼，而他微微一笑，对我说道：“我叫丫丫，在胡家排行老大，专程来接你的。以后成了一家人，就不必这么拘束了。”我这才松了口气，连忙向他表达感谢。他却摆了摆手：“哎呀，你还是跟我家红红公主客气吧，她闹着要我来接你呢，不然人家才懒得来呢。”他无奈地笑了一下。红红是谁？我忍不住开口问道。红红就是你的小狐狸啊，我们家二丫头长得最可爱的一个。等你洞房的时候就能看见她了。什么？娶的还真是小狐狸啊！我一听到洞房2字，心都跳得厉害。然后他一见我脸红了，更加高兴地说道：“我们这里的规矩呢，在洞房之前，新郎新娘是不能见面的。看把你急的！放心啦，跟你生活了6年的红红小公主，可是万千男人都觊觎的小美女哦。”我一听脸更红了，也不敢回话。接下来我们相顾无言，就这样我们走了好一会，突然就看到一个小山庄，灯火通明，门口还站着仆人。我刚跟着他往门口走，眼角忽然瞥到对面房子的2楼上，好像有个人正趴在窗口看着我。抬头看去，隐隐看到是一个穿着红衣、头戴凤冠的女孩子，正趴在窗口偷偷的看我。但她看到我发现她后，好像很害羞一样，急忙用袖子蒙着脸，故意不让我看她。我眉头一皱，难道她就是小狐狸？我眉头一皱，只能忍着好奇心，跟着亚亚往前面屋子里走去。刚一进门，就看屋里坐了很多人。我一看大吃一惊，这老奶奶我见到过，不就是那次来我家里找孙女那个？亚亚指着老奶奶给我介绍道：“这就是家母了。”我见状赶紧拱手行了一个礼。那老奶奶突然对我笑了一下，虽然是一脸慈祥的笑容，但给我更多的感觉是一种威望。之后亚亚又给我介绍在座的几个人，等到我们坐下后，胡老太太才说：“丫丫，出去吧，看好家门口，刘家的人咱们不欢迎，别让他们进来。晚宴已经备好，大家先去落座吧。”等到屋里只剩下我们俩，老太太脸色忽然变得不大好，对我说道：“孩子，你的事情老身都知道了，在没有拜堂成功之前，他随时可能下手搅局。你救了我家丫头，我们应当全力帮你，但是我们胡家也不能破坏了规矩，拜堂之前的事情得由你自己扛，你明白了吗？”我虽然双腿直打哆嗦，只能硬着头皮点头。我知道了，只要能救村长爷爷，我豁出去了。胡老太太身上明显微微抖了一下，赞许的喘口气说：“好，能与我胡家结亲的人果然不一般，我相信你。”随后胡老太太叫人给我换上了新郎官的帽子和红袍，我一出门就坐上了红轿子。就在轿子刚走进巷子不一会，我忽然听见外边传来一句诡异的问话：“你们办喜事呢？”轿子立马就停下来了，我吓得头皮一麻，掀开窗纱就往前看去。放肆！胡家地盘岂容你撒野！突然一条不知道从哪钻出来的红蛇，嗖的一下窜进轿子，一口咬在了我的手腕上，疼得我直接惨叫了一声。再后来，我的意识变得特别淡薄，朦胧中我被胡家下人扶进了大厅里。等到我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在一个房子里。往四周一看，发现这是一间布满红色双喜的屋子，里面床上还坐着一个新娘，盖着红盖头。原来这是婚房啊！我想起了刚才的蛇伤，赶忙拉开衣服查看，只见手腕上残留着2颗浅浅的牙印，已经被人上了药。我脑子里猛然想起村长爷爷，我在这拜堂了，不知道村子里的蛇群退了没有。我急得翻身下床就要出去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我村长爷爷，不知道村里现在怎么样了。说着我一把拉开了门，没想到刚拉开门就看见亚亚守在外面，她一把将我拦住。不能去，你现在踏出这个门，我家红红怎么办？说罢直接给我推进屋子里，还顺便把门也锁上了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屋里新娘也说话了：“我要是敢走，我就哭给你看。”我彻底无语，只能先安抚她。我就去看看村长爷爷，
不会走的。他却说这胡家我根本出不去，我不信。走到门口一个劲的拉门，可是外面被锁上，根本打不开。正急得脑子乱糟糟的时候，他又说那我跟你一起，我有办法带你溜出去。我一愣，还有这种好事？可他却摇摇头，小声说不行，红盖头还没接呢。我母后说了，红盖头必须你来接，还要喝了交杯酒才行呢。真麻烦。我焦急地看了一眼门外，不能耽搁时间了。于是我慌忙跑到床前，伸手就准备掀开他的红盖头，哪知他又不许了。你不能用手啊，你得用那根小杆子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女人也太讲究了吧！没办法，我无奈地跑到桌前，把杆子拿起。而这时，她白嫩的双手一下子捏紧了衣服，好像比我还紧张。我哪里还管她准没准备好，一下子直接给她揭开了。就在红盖头揭开的一瞬间，我彻底傻眼了。她真的好美，凤冠珠宝，雪白刘海，一张水嫩的小脸蛋。她正咬着红唇，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羞涩地看着我，可爱极了。一时间，我竟然把所有的事都抛到脑后，就这样看着她，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。传说果然没错，狐狸精没有一个不漂亮的。她见我这样盯着她，就更加紧张了。干嘛这样看着人家呀？他一句话把我从桃花中唤醒，我这才想起正事，村长他们还等着我搬救兵呢。现在能带我出去了吧？不行，还没喝交杯酒呢。他抿嘴又说，我知道不配合他就出不去，于是赶忙端来2杯酒，递给他一杯，来，喝了，不许反悔了呀。他得意地说道。那可不行，我想听你叫娘子。我心里快急死了，他还故意刁难我，只能无奈地说，娘子，快喝吧，我真的有急事。他这才满意的哼了一声，主动挽起了我的手，准备喝交杯酒。我们靠得很近，然后我俩就面对面对饮了一杯酒。我怕他反悔，刚喝完就催促他快走。他突然拉住我，警惕地看了一眼门外，压低声音说道，这里肯定是出不去的，我母后以前老把我关起来，不过我有个秘密的通道，你可别跟别人说呀。说完一把拉着我到了墙边，并弯腰在墙壁上掰开一块木头，原来这是个门，一下子就打开了。他对我比了个虚的手势，鬼鬼祟祟地先探出头，然后一把拉我出去，兴奋大喊，我又出来了。可谁成想，我俩刚走出去，就发现胡老太太和亚亚就站在外面看着我们。你这丫头，都成亲了，还那么不让人省心，这么快就洞房了？胡老太太瞪着红红，语气满是嗔怪。胡红红瞬间蔫了，低头捏着衣角，小声辩解道：“我就想带她在院子里走走。”你想干嘛？母后还能不知道吗？你赶紧回屋去，我有话要跟陆白说。胡老太太板起脸，一会儿再不听话，我就亲自监督你们洞房。红红无奈地点点头，然后还不好意思地看我一眼，好像还很内疚，紧接着就回了房。胡老太太把我带进了大厅，她盯着我看了几秒，沉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担心你们村长，放心吧，你既然已经入赘胡家，刘家就不敢再动你们村子。今晚哪儿都别去了，安心洞房吧。”他说着就往门口走，忽然又回头，一脸坏笑地说：“对了，洞房的时候千万别害羞，红红那丫头啊，脾气倔得很，是该让她尝尝当娘子的滋味啦。”这些话直接说得我脸上一阵燥热，只能点点头。等他走了后，我坐在床边，摸出了临走前村长爷爷死死塞进我怀里的那个小布包，里面有一张存折，一本破旧的无名古书，还有一张皱巴巴的信纸，信是村长爷爷写的，字迹歪歪扭扭。大孙子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爷爷可能已经不在了，记住爷爷的话，万事多留个心眼。第二，存折里是爷爷这辈子存的几万块棺材本，留着给你交大学学费，无论如何好好活下去。看完信，我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村长爷爷为了救我生死未卜，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到底该相信谁？我胡乱抹了一把脸，抬起头才发现红红正趴在桌上发呆，看见我眼眶通红，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急忙跑过来问我，他母后说了些什么？我哪有心情啊，魂不守舍的瘫坐在床上，无论他说什么都不理会他，最后气得他沉着脸坐在椅子上，气呼呼的瞪着我，也不说话。我不知不觉困意来了，趴在床上就准备睡觉，哪知眼睛刚闭上，他突然就发飙了，气呼呼的跑过来，揪着我的耳朵就把我揪下床，嘟着嘴骂道：“你竟敢不理我！今晚别想睡床上了，你睡地上去吧。”然后还一副非常委屈的样子，好像是我欺负了他。我原本气急败坏的躺在地上，但看到他委屈的样子，怕他真的哭了，待会胡老太太不放过我，于是站起身说：“对不起啊，刚才想事情呢。”我不听，我不听，叫娘子！他一撇嘴，转过身去。我满脑子都是全村人的命，心乱如麻，哪里还有力气哄这位刁蛮公主？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趴在桌子上，把头深埋进臂弯里，干脆装聋作哑。你，亏我那天还救你呢，没想到是个白眼狼！他气得真要哭了，一把扯过被子，把自己蒙了个严实，嘴里还不忘小声骂着。我闭着眼睛，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完了，一辈子完了，以后不被他折腾死，恐怕也是体无完肤啊。山里的夜风极冷，到了后半夜，我趴在桌子上，硬生生被冻醒了。我搓了搓发僵的胳膊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看向那张挂着红帐的八步床，他侧着身子睡得很熟，呼吸均匀，红盖头早已不知被踢到了哪里。那张精致的不像凡人的小脸，在月光下透着诱人的白皙。我咽了口唾沫，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，被窝里肯定很暖和，我的手悬在半空，犹豫着要不要掀开被角钻进去。可转念一想，他还在气头上，这要是把他吵醒了，这位刁蛮公主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。再说了，她美得像个妖精，真钻进去，我一个连恋爱都
都没谈过的毛头小子，万一真忍不住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怎么办？我连自己能不能从疯婆子手里活下来都不知道，拿什么对人家负责？我叹了口气，还是没敢上床，干脆顺势坐在了地上，背靠着床沿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她的身体在源源不断散发着一股暖流，离她越近越舒服。就这样，我不知不觉又睡了过去。等到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照进了屋子，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。我迷迷糊糊的感觉到胸口压着什么软绵绵的东西，还带着那股熟悉的异香。我猛地睁开眼，低头一看，红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床，正蜷缩着身子，像只小狐狸一样紧紧贴在我的胸口上，睡得正香。看着她毫无防备的睡颜，我的心间猛地颤了一下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：6年前那只受伤的小狐狸也是这样，每天晚上乖乖地趴在我的肚子上睡觉。我发了一会呆，干巴巴地吞了口唾沫，突然想到村长爷爷他们，连忙起身。胡红红被我弄醒，揉着眼睛气呼呼地对我说道：“坏相公，我母后让你醒了就去找他。”我一听，冷汗直流，该不会是昨晚惹红红生气的事被他知道了吧？随后我战战兢兢走到大厅，就看见大厅里面坐满了人。通过一番介绍后才知道，他们都是胡红红的叔叔婶婶们，他们见我都挺开心的，还说红红被他们宠坏了，脾气不好，让我多担待一点。之后就是约法3章了：不能打骂胡红红，不能丢下她；第二，不许在外面找别的女人；第三，不许主动惹她生气，要相互关照。等众人散去，胡老太太单独留下我，饮了口茶，淡淡说道：“刘家那疯婆子在我山门外守了一整夜，天亮才走。你带红红下山去看看，要是你们村长没死，就收拾完东西赶紧搬去县城，别再回那烂摊子，断了凡尘的因果。”听到老太太这话，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疯婆子天亮才走，那说明村子可能逃过一劫了。道别之后，就由胡家下人提前通过捷径，把胡红红的嫁妆带到我家去，然后我俩就一起下了山。一路上，我心里发了疯一样，惦记着村长爷爷的生死，埋头走得飞快。红红在后面一个劲的喊我等等，还赖着我，想要我牵着她走。我根本没心思陪她玩闹，满脑子只想着赶紧回村看一眼。可没想到，下山之后，前面的树林里突然冒起来一层白雾，紧接着一个拄着拐杖的黑影从白雾中缓缓地走了出来。我心头猛地一惊，是刘家疯婆子。我吓得转身就准备跑，谁知胡红红已经追了上来，一把就拽住我的胳膊，闭着眼享受地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。”我看着从白雾中走出来的疯婆子，急得拍她：“你能不能正经点？仇人来了！”我不管，反正他又不敢欺负我们。她竟然眼睛都不睁，抱着我的胳膊一个劲的晃。疯婆子驼着背，眼神凶狠地盯着我，又瞥了胡红红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怀好意的笑：“有媳妇儿了，不错嘛。但你真以为嫁入胡家，我就不敢动你了吗？”红红猛地回过头将我推开，我只感觉眼前一滑，一股腥风扑面而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刺骨的寒意冻醒，我挣扎着爬起来，揉了揉昏沉的脑袋。下一秒，我身体一震，只见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红红，此刻竟倒在不远处的草丛里，一动不动。我连忙跑过去将她扶起，最不对劲的是她的体温。我拍了拍她的脸，她缓缓睁开眼睛，瞳孔已经竖成了一条线。热，好热。他无意识地扭动着身体，双手死死抓着我的衣领，他像条蛇一样往我怀里钻，滚烫的脸颊在我脖颈间蹭来蹭去，呼吸急促而滚烫。我赶忙按住他乱动的手，给我，给我！他张嘴就要咬我的脖子，似乎想吸我的精气。我用力把他的头推开，问他怎么回事。老太婆被我赶走了，但我好像中了合欢蛇毒。红红似乎恢复了一丝清明，咬着牙痛苦地蜷缩起身体。合欢蛇毒，我想起以前听村里老人讲过这种毒，中了这种毒的野仙会逐渐失去理智，如果不及时亵渎，3天内就会经脉寸断而亡。夫君，你快跑，等我失去理智，不知道会对你做什么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只是环顾四周，心中满是绝望。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回胡家太远，回村村长那个样子根本治不了这种妖毒。我想起爷爷曾经跟我讲过，附近县城老街有一家名叫九道推拿的店，如果遇上解不了的邪病，就去这里碰碰运气。虽然听着像个不正经的按摩店，但眼下除了赌一把，我别无选择。我看了一眼地上的红红，她此时的状态十分不对劲，似乎非常燥热难耐，像发烧了一样。我不敢再耽搁，一把将浑身滚烫的她背在背上，我背着她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了树林，来到马路上，拦下了一辆大巴，车上人不少。我背着个衣衫不整的漂亮女人上去，立马引来了全车人的侧目。我低着头，硬着头皮走到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。车子发动，颠簸的厉害。红红在我怀里越来越不安分，她似乎很难受，喉咙里发出一声声极力压抑的呜咽，像一只受伤的小狐狸，手不自觉地乱动。前排几个乘客回过头，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打量着我，还隐约听见他们窃窃私语。现在的年轻人大庭广众的也不注意点影响。我尴尬的头皮发麻，只能死死把红红按在怀里。求你了，别动！我在他耳边低声哀求，他张嘴就在我手掌上咬了一口，尖锐的虎牙刺破了皮肉，鲜血流进他嘴里，他反而像是尝到了甜头，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吞咽声，眼里的红光更盛了。我忍着疼没松手，也没敢叫出声。好在他一开始吸血就安静了下来。终于车子进了县城，我像是逃命一样背着红红冲下了车。这里是县城中心，到处都是放学回家的学生，他们一个个背着书包，我却背着一个穿着嫁衣的女人，显得格格不入。我低着头，加快脚步，钻进了一条昏暗的小巷，停在一家破旧的门面前，招牌上的霓虹灯坏了一半，9道推拿4个字只剩下9推，还在一闪一闪。门口贴着各种治疗疑难杂症的牛皮癣广告，玻璃门上还挂着正规
规按摩的牌子，却怎么看都不像个正经地方。我推门进去，一个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正躺在躺椅上，手里盘着2个核桃，旁边还放着一根导盲杖和一本杂志。男人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正规按摩100，家中50，不正规的，出门左拐。”我没废话，直接把背上已经神志不清的红红放在按摩床上。治病。男人听到这2个字，突然站了起来。此时的红红已经完全没人样了，正张着嘴对着空气乱咬。男人脸色骤变，合环蛇毒，怎么会惹上这玩意儿？他走到床边，伸手在红红的手腕上一搭，毒入骨髓，马上就要化兽了。小子，我劝你把它扔出去，不出半个小时，它就会变成只野狐狸跑山里去，你还能保条小命，不然今晚你得被它吸成干尸。我看着痛苦挣扎的红红，他还在无意识地喊着相公。相公，相公，心头一酸，我从兜里掏出那张存折，重重拍在他的手上。男人看了看存折，又看了看我，这里边有3万，你看看够不够？钱是够了，但我治不了。相公，这毒是刘家的阴招，金针药食无解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唯一的解药就是你。我一脸困惑地看向大师。对，此毒攻心，会将他心底的欲望放大100倍。现在的他眼里只有心上人，换了别的男人，还没碰到他，就会被他视为入侵者。男人指了指红红，严肃地说：“只有面对你，他的潜意识里才可能顺从，但前提是你能承受得住他的疯狂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吸干精气。”我愣住了，看着红红痛苦的模样，咬牙点了点头。男人转身从柜台下面摸出一个红布包，塞进我怀里。这里面有一对龙凤喜烛，你现在立刻带他去个安静的地方，把喜烛点上，就可以开始解毒了。但要记住，在喜烛熄灭前，必须把毒解干净，不然必遭反噬。说完，男人又翻出一瓶珍藏许久的雄黄酒交给我。一旦开始解毒，必生天地异象，方圆10里的妖魔鬼怪都能感应到，尤其是那个下毒的蛇精，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这瓶雄小酒或许能挡住蛇精一时半刻。我看着怀里的东西，又看了看床上痛苦的红红，握紧拳头，我向男人表达感谢，随后背着红红离开了店铺。我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背着红红冲进了隔壁的一家小宾馆，开了间最里面的大床房。一进门我就把红红放在床上，此时的他表情十分痛苦。我不敢耽搁，按照老先生的吩咐，先把那瓶雄黄酒沿着门缝和窗户撒了一圈，接着我拿出那对龙凤喜烛，点燃放在床头，烛光摇曳，昏黄的光晕洒在红红身上，让她那张痛苦的脸显得柔和了几分。看着这对喜烛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昨晚那场没完成的婚礼，没想到要在这种逃亡的路上补上。我紧张地凑到红红面前，看着她那张绝美的脸颊，不由愣住，刚想帮她擦擦汗，哪知下一秒，红红突然睁开眼睛，她眼中红光大盛，突然起身一把将我扑倒在床上，咬住了我的脖子。窗外的夜空突然炸响一声惊雷，狂风大作，拍打着窗户玻璃哗哗作响。红红似乎处在兽化的边缘，她的动作狂野而急切，好几次想要咬我，却突然停下，似乎在用尽最后一丝理智克制住自己的兽性。我本能的想要反抗，却又害怕解毒失败让她彻底兽化。突然，房间内泛起一阵熟悉的白雾，紧接着喜烛突然熄灭，门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，一个阴魂不散的声音从门外的走廊处传来：“今天就是你们的4期。”是疯婆子，她果然被引来了。红红似乎恢复了一点意识，被门外的声音刺激到了，想要冲出去拼命。我连忙抱住她，翻身将她按在身下，示意她别动。下一秒，门锁被一股巨力撞开，疯婆子站在门口，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床上的我，身后盘着无数条丝丝吐信的毒蛇。我看着身下痛苦挣扎的妻子和那对被提前吹灭的龙凤喜烛，我抓起床头的半瓶雄黄酒，猛地朝疯婆子砸了过去，酒瓶碎裂，雄黄酒泼了疯婆子一身，她发出一声惨叫，那些毒蛇像是被烫到了一样，疯狂扭动，但她已经疯到不顾自己的伤势，拼命冲向我，举起拐杖就朝我天灵盖砸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红红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，身后出现一道狐狸虚影，全身仙气环绕，一声嘹亮的狐啸响彻整个房间，震得窗户玻璃全部碎裂。红红身后的狐狸虚影猛然膨胀，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，朝着疯婆子扑了过去。疯婆子脸色大变，还没来得及退，就被那道狐狸虚影狠狠撞飞了出去，惨叫声被淹没在窗外的雷雨声中。给我等着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房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重重关上，房间里重新恢复了平静，龙凤喜烛重新亮了起来。红红身上的仙气散去，她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，软软的瘫倒在床上，眼里的红光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汪春水般的迷离。叫娘子。他轻轻唤了一声，声音软糯的让人心颤。看来毒性还远远没有解完，但龙凤喜烛只剩下不到一半。我看着眼前这张绝美的脸，不再犹豫，伸手拉下了床头的灯绳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3天的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床上。我动了动酸痛的胳膊，发现怀里空荡荡的，我心里一慌，猛地坐起来。醒了。红红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那本破书，正歪着头看我。她换了一身简单的现代衣服，扎着个高马尾，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邻家女孩，哪里还有半点妖气。你的毒
解啦！他开心的跳过来，在我脸上吧唧亲了一口，而且因祸得福，我妖力精进了不少呢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拉着他的手，问他疯婆子哪去了。昨天被我的妖力反噬，应该回去疗伤了。放心，等我回去给奶奶告状，好好清算这个刘家。听到这话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，将他紧紧搂在怀里。这种真实的体温让我终于确信我们活下来了。简单收拾后，我们回了村。刚进村口，就看见村长爷爷正拄着拐杖在村口张望，看到我们平安归来，老人家激动的老泪纵横。原来那天疯婆子受了重伤逃走后，围在村子周围的蛇群也全都散了。更神奇的是，村里那些原本中了轻微蛇毒的村民，一夜之间全都好了。村长拉着我的手，看着红红，意味深长的说道：“咱们陈家沟祖上欠了胡家一个天大的人情，如今大孙子入了赘，也算是还了这段几百年的因果。”说着，爷爷紧紧把我和红红的手叠在一起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大孙子，以前爷爷总怕你命硬，孤苦伶仃，现在好了，有红红在，爷爷就算哪天闭了眼，也能走得安心了。”我握紧了红红的手，感觉到她掌心传来的温度。红红也不再调皮，她反握住我的手，温柔地靠在我的肩膀上，小声在我耳边说道：“以后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”我侧头看着他，正好对上他那双流光溢彩的眸子。隐约间，我仿佛又看到了6年前那只雪白的小狐狸，正趴在我膝头，安安静静的陪我长大。山风吹过，卷起几片落叶。我笑了笑，牵着他的手，大步向家的方向走去。